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浅秋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赖总统今天晚上准备第4讲，而赖总统前第3讲的时候，虽然讲的是宪法，他却直接讲马英九前总统自称区长这件事情，直接被打脸，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自己。而郭正亮哥他说，在团结讲的这种话，代表国家的总统自称区长不敢自称总统，引起社会反弹。那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难道地下电台讲什么你都信吗？你是把一个事实可以扭曲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是前元首，那要不要道歉？制作单位特别去问了问题到总统府，问总统在10讲里面讲马英九自称区长这件事情已经被澄清，并无此事。但我看事实查核中心也没有动作了哦。那请问赖总统会不会对此事向马总统道歉呢？总统府目前暂无回应。大概新闻稿有没有下掉？顶多把新闻稿下掉而已哦。那2025城镇韧性演习马上要开始了，是这次是扩大演练。跟大半年时间完全重叠，还要说结合万安、民安共同验证民防安全呢。这长达10天9夜的演习里头呢，代表城镇韧性如何城镇战要开始了吗？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赖清德的开启团结国家10讲，批评者说是加剧了台湾的分歧，而外媒怎么看呢？认为可能适得其反，所谓的团结要来抵御中国大陆的威胁，反而是让岛内的政治分歧引发北京的愤怒反应，所以国内也仇恨也分歧，两岸之间更是剑拔弩张。尤其7月的印太非常的热闹，有各种各样的演习。那看自由时报的报道，还特别把像在美军西太平洋演习，加上澳洲的19国的护身军力演习加在一起，哇，原来我们是跟汉光4艘演习是跟着接力展开，一副我们是搭配办理一样啊。那同时他也特别强调，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全球多国紧盯台海很紧张，其实是担心台海之间有危险，没有错。但这位司令他讲的是，中国要迅速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但是美军针对如何挫败入侵台湾有各种的推演，其中呢认为台海被全球盯着很紧哦，如果跨水域直接作战的可能性非常低。那其实现在作战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跨水域，很多的做法就可以做了吗？例如现在9月3号很罕见，习近平宣布要进行的大阅兵，也是在秀肌肉。过去在这种国防军事上相对低调的中国大陆，突然高调了起来，尤其还公布了一款叫做新型的石墨炸弹，直接可以摧毁电网。看看这段画面。这个画面看起来威力蛮强的，你看那个弹头一发出去的时候，可以有90枚的圆柱形子弹头同时发射，而且也会在撞击之后弹起，在半空中引爆，然后散落出来的东西叫做碳丝。这些灯丝呢，经过化学处理之后呢，是要让高压电的系统直接短路，甚至导致面积达1万平方公尺的电力中断。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小中鼠是不是安全了呢？还有像歼16，现在也释出了画面，是霸气驱离外机啦。6月30号的时候，也有歼20紧急升空处置逼退外军机的这样的画面。这一连串的军事的秀肌肉代表的讯息是什么呢？有一个媒体的风灿的独家消息说，解放军有大型坦克登陆舰，首度在巡航基隆外海的时候，这个船舰一起在外海超过了我们的中线巡航。这个行动被他认为是不是有明显逼近台湾的战略要地？同时呢，还有这个坦克是不是模拟未来演训要登陆的各种前置部署？国防部回应，共建有6艘持续在台湾周边活动，严密监控。国防部有没有作为呢？是继续让所谓这个演习归演习啊，那实际如果真的发生了再说，这情况是分开来看的吗？难道感受不到实际的威胁？如果坦克跟大型的这个登陆各种的结合，是不是更多的紧张疑虑也在其中？如果他们真的觉得这么危险的话，还是真的在被挑动之下，两岸之间真的这么的兵凶战危呢？当然，解放军的双航母编队完成远航训练，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呢。这个是解放军的辽宁舰跟山东舰多次
次抵近侦察，那被说看起来这种反应的作战状态是持续被国际关注。而中国的2航母编队完成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外媒是这样报道的哦，解放军这航母包括第1岛链、第2岛链，已经从过去第1岛链关注往外扩展到了第3岛链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巡航的模式已经跨出了第2岛链，甚至往第3岛链去发展纵深吗？国安官员特别讲，像这样的部署演练范围、介入拒止的必要，这个已经超过了，所以远超过中国大陆的国土防卫的必要性，明显会把战略的纵深直接扩展到更远，那造成载质性的力量，战略意图很深。但美方呢？美方到底在印太当中的嚇阻想要做到什么程度？川普的政策跟过去是已经不一样的。以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的说法是说，美军扩展精进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之后，着手设立另外2个多领域司令部啊，所以显然对第1岛链跟第2岛链已经嚇阻的这个军事挑战，并不是跟过去一样的看法，现在反而互相在布局上产生了战术上的变化嘛？赖老师，赖清德是什么职位啊？他掌握了多少的权力啊？文武百官的任命权在他手中，重大的政策的决定权在他手中。一个就有4成民调，但是却掌握这么大的政治资源都在他手中的人，可以对外的演讲中这么不负责任吗？可以对于一个国家的前任的元首，然后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没讲过的话放他没讲过的话，把它放在他嘴巴里面，这难道不需要正式的去澄清，不需要正式的道歉，不需要正式的认错吗？这当然需要嘛，不然的话，他凭什么来担任这个领导的地位？他就没有资格了。那以后任何一个人，任何谁都可以说你赖清德在哪里说我们自己是区长啊？那也就是说，现在开始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赖清德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台湾叫做一个区呢？赖清德说我没说过啊，有吗？没有吗？有啊，你有说啊，因为某个电视台或者是某个电台或者是某个自媒体，他说你有说啊，你在某个演讲的时候你有说台湾就是一个地区啊。所以我们就是区长啊，那你自己把自己认为区长，那怎么可以呢？那你说我没有这么说，我说你有啊，然后因为那电视台说你有啊，或者那第一家电台说你有啊，不可以这样子嘛，我们都不可以这样玩嘛。那如果你一旦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你就应该要对于当事人，你要很诚恳的、很正式的跟他说，马英九前总统，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的草率。这么的莽撞，这么的无理，然后随便的张冠李戴，我竟然去相信一个地下电台讲的话，就把它栽赃在你身上来，我真的对不起你，你至少要这样走嘛。你如果没有这样走的话，那你曾经还要你总统府，你还告过我们隔壁的几位，不是你了还想告过这个某某人呢你还想告嘞？你只是说他讲了什么什么话，你还想告嘞？那我是觉得我啦哦，就你对啊，你看他还想告那你今天你是不是应该要跟马英九正式认错道歉？美国阿公吗？对不对？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嘛，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就是你开始演讲了，你越演讲，台湾越分歧，台湾越仇恨，台湾越撕裂，这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观察。没错。那你要不要觉得问题是出在你啊？因为别人没有演讲是你开始启动演讲，你每演讲一次就造成一次的仇恨，造成一次的分歧，造成一次的撕裂。那所以是由你来发动，所以今天的台湾的严重的分裂跟撕裂就是你造成的，因为是你开始讲话，你非但没有团结大家，你还把大家更加的相互的仇恨，这变成一个什么岛嘛？仇恨之岛，愤怒之岛，每个人都变成愤怒鸟真的对不对？每个人都变成愤怒鸟了。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嘛。一个领导人怎么可以把一个台湾变成撕裂成这个样子，然后讲了一个史观，搞到最后变成错误百出，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是你个人史观吧，不是2300万人的史观，这个也是一绝。先生，
4成选票，但是你却拥有我们的所有的资源。上个月我才缴税，已经缴得一肚子火了。+1。然后就想你坐的车子的轮胎是我的，气的已经不行了啊！看到你们那些民进党的吃香喝辣的坐的车子的轮胎都是我的驾驶，我付的钱，那些里面是很不舒服的耶。将军，所以在各种战略布局里头，难道总统要的就是这个仇恨吗？包括对抗中的仇恨，这个仇恨拉高的其实是台湾的更危险。从这些军事布局的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我讲一个战斗层级的，给各位观众了解一下。我要痛责我们国安单位跟这个国防部单位一点敌情观念、一点战备观念完全没有。这艘072A 这种2栖登陆舰，你知道它可以带多少登陆兵力吗？它总共可以带250个人加10辆战车，也就是说，以我们军事术语来讲，叫做一个战车战斗队、战车特遣队就可以实施登陆。然后它在基隆外海，根据我们这道讯息，它大概距离50海里哈。那如果说以它最大的速度上来讲的话，直接登陆作战的话，2个钟头可以登陆上岸，2个钟头就可以讲去登陆。它在哪边登陆呢？我跟你讲，金山好。大家如果说去金山、去擎天岗玩过的人，应该都有印象。从金山以前有一条鱼道，就是渔民挑了鱼道从那条路上来，啊，到擎天岗以后，从擎天岗下来就到士林，然后在那边去卖鱼去了。我想这条古道，这个在台北附近生活人都知道。那当然也是军事上很重要一个交通要道。由于上面那个擎天岗，大家有看到擎天岗不是只有养牛而已，那上面来讲那么柔软的草皮是空降作战最好的场地。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这个2栖登陆艇突然在这边一个掉头，直接在这边一个登陆上岸，这个一个特遣队就上来了，然后配合他的空降在擎天岗空降，那时候我们台湾自己怎么办？你想想看，各位，你如果去过擎天岗，下来就是竹子湖，竹子湖再下来就是士林，然后几年就没有了。它不是绕到淡水河，它从那边就可以上来了。所以以前我们有战备的时候，我们以前战备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所以各位如果去擎天岗玩的话，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凉亭，凉亭，然后上面写个长城2个字，那个凉亭下面还盖了一个碉堡。那长城是什么呢？长城部队盖的。那长城部队在上面盖凉亭给游客啊，当然不是给游客乘凉了，它是做一个记号在那里。什么记号呢？就是我炮架在竹子湖那边，迫击炮或什么，然后凉亭的右边，前面如果看到凉亭右边300公尺，这个左前方这个100公尺发现敌人的伞兵，然后炮兵就可以按照这个角度方向来实施有效的这种反空降作战，就是兵力未到，这个火力先到，依据这个要领就对这个擎天岗来实施这个火力的射击。那大家去看擎天岗那个地方重不重要？大家去参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机密啊。你去看那边有很多的福地堡，很多的碉堡盖在那边，那就代表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嘛。那我们这一代军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很重要，那为什么现在人家一个登陆艇开到你门口，这个已经距离你2个钟头就可以登陆作案，你可以上来吗？第二个我特别要讲，是媒体先报道了，他只说要因应查处而已。因应查处。第二个我在讲2个钟头，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们现在部队，你任何一个部队，你去检查。这顾立雄，你去问一下，你下到一个营区，你说现在吹个哨子紧急集合，你手表计算一下，阿兵哥集合出来，将那个枪机装到枪上面，你看2个钟头可不可以完成集合？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为了防自己人把枪跟枪机都分开来储存，就拿了枪的人他拿不到枪机，拿了枪机的人拿不到枪，最后你还2个结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再去开弹药室，才可以把子弹拿出来。2个钟头，我跟你讲，3个钟头你也集合不完，那你现在这威胁有多大？那我们在讲今年这个讲得很好听，城镇防卫韧性演练，我跟各位讲，那叫做演一场秀了。怎么讲？你到大卖场，将民众输送到大卖场，我只讲一件事情，你怎么去解决嘛？我们不要讲里面物资够不够，会不会抢，会不会乱，我只讲一件事情，对不对？大家都去过大卖场，厕所够不够？你知道我们国军出演习第一件事情，先挖厕所。你如果说没有厕所来讲的话，那人的吃喝拉撒睡，你先要解决嘛？你知道这怎么可能？你不是2个钟头他可以不上厕所？那如果说在里面待1天的话，他要不要上厕所？那大卖场里面厕所够不够？这个我们国安单位，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再来看这个到 Costco 那边有没有可能做民众疏散的地方。好，朱老师，这一连串的所谓的布局里面，包括了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演习跟所谓的印太通连在一起，实际上真的发生的时候有办法应处吗？现在看到的各种布局跟美方对我们的观点跟看法，恐怕是还有一段距离。
其实呢，这个国家安全的事情绝对是这个头等大事，不是可以靠嘴皮子动嘴皮子可以解决的。那当然，我们的部队其实是要跟这个美军也好，或者友盟国家能够有很好的协作，这是需要长期的演练，需要非常扎实的工作。那如果说把友盟国家或者美国的这个协助甚至协防当作是我们唯一的保证，或者当作是必然发生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高风险的这种判断。因为毕竟美国在战时，如果真的发生台海有事的时候，美国要出兵，本身它有非常复杂的条件。第一个，国会要同意；第二个，美国本身这个行政部门，美国总统要认为说他愿意承担起这个巨大的风险。那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它的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如果说你把这样子的事情总是常常让民众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我们就是跟友盟国家一起来对抗中国，我觉得这个可能会造成我们国民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如果事实上我们的友盟国家也是仰赖美国的讯号来行动的所以美国的行动是扮演关键的角色。而从川普上任以来，美国其实很明显的给这个世界的一个讯号是说，美国对外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要他派出大规模的部队出来，这个是一件他不愿意轻易做的事情。特别是当这件事情不是涉及到美国所谓的核心的国家利益。这件我觉得其实才是我们进行国防准备的时候应该要认识的。那我觉得其实与其去认为说美国一定会做什么，倒不如说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倒不如说我们自己应该准备些什么。其实你看最近像这个电视墙上所讲到，美国最近成立了这种多功能的这个多领域的司令部，这个其实是一种新的这种做法。这个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的一种实验。当然最早是在华盛顿州了，那后来第二个是在德国就是它这种所谓的多领域司令部。那么第三个是建立在2022年建立在这个夏威夷，第四个未来会在日本，第五个会在北卡。那这个其中有2个是归这个夏威夷这边指挥的，一个是归这个夏威夷这边印太司令部，一个是归日本的这边的这个司令部指挥的。它的概念是什么？它是以陆军为主体，然后结合所谓的网络，结合太空，结合陆海空军。这个是它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它强调的是什么？能力分散，它强调的是整合各种不同的领域。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国防单位真正应该把心思花在这件事情上。可是我觉得我们政府在所谓展现我们国军的实力的时候呢，其实相对于跟我们的国安官员经常去讲说，哎呀，友盟国家要怎么样挺我们啊，哎呀，这个中共的威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样子的比例其实不成比例。我们国家要建立国民的信心，要建立国军的这种信心，最重要的还是在方法跟训练上的这种突破跟创新，否则只是一个很脆弱的所谓的安全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除了大而美法案之外，就是美国能不能赚钱啦。那在这个转盘拨一拨，马上关税7月9号就要生效的这个暂缓期，究竟关税要怎么给大家发账单？台湾刷了蛋不知道最顶账单是什么，但是日本看起来因为国内的选举在即，一波一波的选举让他们的首相压力很大，所以呢，基本上对于川普的政策很多诸多不配合，所以川普放话了，表明对于大部分国家的对等关税90天暂缓不打算延长之外，对于部分没有诚意的国家，会帮他们7月9号之前帮他们设专属的税率。那这个发言人讲了，本周跟贸易团队会面，7月9号最后期限之前，要为没有带着诚意来谈判的国家设定关税税率，指日本吗？因为川普讲我非常尊重日本但他们不买我们的米所以这个就是首相当时为了挡住美国的米，在美国的日本很大的民意之下是拒绝
各种的进口的零关税等等的要求的，所以他还说，哎呦，尽管他们现在严重缺米，还不买我们的米，所以我会寄信通知他们调高关税，因为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美国有多不开心呢？因为上次2+2是被日本方面暂缓嘛，片面的暂缓，就这次是第7次，他们的谈判代表赤泽亮正特别飞到美国去，第7次要进行访问美国的谈判会议，结果当场被放鸽子，人都在美国咯，跟贝森特的通话是用电话这个消息传回日本的时候，也被舆论哗然说，那到底我们去谈什么？都飞到美国去，这第7次了。现在川普的态度好像摆得蛮硬的，会不会这样实施？因为川普讲的话，我们都要稍微再保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嘛？他就说很坚持要加征日本25%的汽车关税，因为这是日本最重中之重、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汽车工业如果25%关税一磕下来，将会是日本重大的经济灾难。而印度呢，据说也会是下一波。除了英国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之外，印度也据称即将渴望7月8号完成协议。其中首席谈判代表特别讲谈的结果做了很多的妥协，但是有2件事是他们的红线绝不能踩，因为美国要希望推基改作物跟乳制品到印度农业市场，但自己印度有很多的产量就是来自于这些，所以坚决反对。他说会伤害农民，影响食品安全，这个部分是主要的障碍。到底谈得怎么样，现在有待后续的观察。不像我们台湾好像从来都没有说有什么障碍的而美印快要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欧盟呢也说，如果说针对10%这个基础关税来提出来往上就是这样子的基础来谈的话，他们可以接受。但是同时呢，如果好你扣我10%的税，也要把包括对制药酒精半导体商用飞机这些各种的关键产业也要取得豁免，这个是关键。我可以接受你10%。但是不是可能往上加？像我们是32%，他们就不能接受所以川普的关税政策呢，最近发生了蛮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加上了税率的不稳定大家经济的不安定感，加上气候变化，整个河道干涸所以多数的驳船都被迫等在港口几个月才能装船，加上漫长的等待，现在这一波的乱象对经济从疫情以来出现最严重的乱象，恐怕还要持续下去，到川普决定政策跟欧盟谈出来结果为止。当然，加拿大我们看到他已经说了嘛，关于科技数位这个税已经说我们马上会取消，所以这个中美的谈判真的告一段落了吗？还有稀土战争 ，CNBC 直接报道说，美国现在不应该把关键矿产视为商品，而是变成地缘政治力量的工具现在夺回来的时间不多了，华盛顿必须要有紧迫感。怎么夺回来？要跟欧盟谈合作吗？看起来很难跟不容易，还是得跟中国大陆这里取得一定的这个稀土的量才行。因为以中国大陆来讲，过去40年来，稀土是一步一步从混乱当中随地开采从1927、1970这个时候开始，后来好不容易到1980才有出现科学性的发展，到了2005年才有法规规范稀土，如今甚至变成了国家重要的命脉。而像中国大陆的外长访问欧洲，现在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本周要展开欧洲行，这也被视为接下来重要的中国大陆跟欧洲之间政策的改变，有没有可能是另一波的拉帮结派，平衡跟美国的关系？欧盟国家也要找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合作出口那像中国大陆早就跟欧盟实施电动车关税，采取反制措施。法国甚至已经就白兰地达成了协议，就待商务部正式批准，还有最终双方包括电动车关税最后几个国家的谈判，法国、德国都是关键。戴老师。美国川普的原来的关税再关税的一个政策事实上他原本信心满满的认为很多国家包括赖清德他们拼命的服务前进想要第一个抢先跟美国签出来的，可是后来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同样的关税以后，中国大陆马上反击，然后结果就2个国家先打起来，后来打到100多到200多的时候，这个美国也撑不下去了，说不打了。然后大家一看说，原来跟美国这样打，中国的这个硬汉真的是好样的。结果2个人都是10%对10%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往后退了，都等待了，都不急着谈了。然后慢慢的跟你耗，像你刚刚讲，日本谈了7轮，
然后欧洲的冯德莱恩一次都还没去过啊，所以就等于是都慢慢谈。那川普的颜面扫地，3个月很快就快用完了，现在已经是7月1号了，那7月9号马上就要到了，3个月用完了，对川普来讲怎么办？本来说有90个国家要签，后来说有20个，后来说有8个，后来说有7个，然后最后说有4个。现在大家等不到的情形下，他就说不管了，反正7月9号你们都会收到我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就告诉你要付多少的关税。那我的对等关税都是10%，那就是对等关税中的基础关税都是10%，但是未来的对等关税加起来的话，就是最小从11%，最多到50%，那就11到10，那你就自己接到信以后，噔噔，看要课多少，然后你就要课我多少钱。好，反正你以后你的产品进来我美国，你就是要课那个钱，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谈，可是从7月9号开始，你就要那个关税我就要开始课了，但是你不可以课我的，你如果课我的，我就给你加倍，就像加拿大，对，就像加拿大一样，你如果课我的，我就给你加倍。好，那这样的但是全世界就有一个国家可以课我的关税，就是中国。好，那都是中国跟美国都10%嘛。各位观众朋友，你想，即使美国对于关税里面最低的都是11%，最高的50%，而中国就10%，那这个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大陆的关税最低，那大陆的关税最低，那你有没有想过，假设我今天我在欧洲，我要课50%的关税，我干脆把我的工厂迁到大陆去，从大陆出口到美国，不是还比较便宜，才10%的关税？可是问题是对美国人来说，如果你跟中国大陆还是课10%的话，你的波音卖到中国大陆要课10%的关税，而空中巴士卖到中国大陆是不用课10%的关税，那空中巴士就比波音有竞争力哦。所以我觉得美国跟大陆还要再谈，一定会再谈，最后是不是两边的关税都降到 WTO 的规定？如果是如此的话，那变成全世界跟美国的贸易里面关税最低的竟然会是中国大陆。左老师，那最倒霉的会不会是日本？因为日本是内外交相间呐、那国内的政局跟这个民调或是议会选举的结果，现在压力很大。那尤其是在民意很多的反对，要抵制这个关于美国的要求，但对抗的结果，现在川普撂狠话。对，很显然，因为日本的时间非常清楚嘛，就是他7月20号要参议院改选，他不可能，他不愿意让在参议院改选之前有重大的让步。那你说让在参议院改选，他谈判结果出来，他大胜，川普不可能让他大胜嘛？你只有就是让多少的问题嘛？这是川普已经摆出来他的风格，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当然对于川普来说，他当然就要极限施压，施压再施压嘛。那你看，本来说这个石破会在6月中跟川普见面啦，那时候在 G7 啦，或者之后在北约峰会啊，结果北约峰会原来有的这种所谓的北约加上印太的伙伴的这个聚会就没有了。然后呢，在G7 川普提早离席啊，所以根本没有碰上面。那当然这些情况呢，对于川普来说，他现在要的是一个战果，他要用。就是说，等于是分而治之嘛。不同的国家给他不同的让步，然后他用让步最多的那个国家去要跟别的国家要价。我们说，那你其他国家也要同步的，也要对等的、同样的来让步给我，否则你会面临到很大的这个惩罚。所以基本上来讲，日本就不愿意做第一个，日本也不能够做第一个。当然，现在美国就变成是极限施压。这里头讲到的是一个这个日本的稻米。事实上，日本之前有进口稻米。之前有这个，事实上，日本大概去年仍然有跟美国进口稻米，大概是在$2亿左右的金额。但是在拜登政府时代，曾经有过他的贸易报告，有调查说，认为日本国内的采购跟他的这个配售的这个方式，的确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川普是基于这个报告说，你日本没有跟我买他的稻米。当然，日本国内的稻米其实也是这个构成它这个所谓稻米价格很高的这样子一个困境啊。那它的这个国内的稻米生产，因为它的这个保证收购，所以使得它这个稻米的产量
没有就是说它的这个稻米，它的国内很多是购买进口米，然后又因为观光客的关系，就是消费了大量的稻米，所以才出现它稻米不足，就变成美国认为说你因此而应该进口我更多的稻米。但是现在日本就是说并没有说，因为为什么会现在川普传也有人说日本的这个他的武器就是告诉这个美国的对口说，如果我们现在谈不成，你不取消我这个汽车的关税，我以后就不进口你美国的米。但日本方面是否认了。不过到底是如何，现在大概最后到7月9号才会见真章，因为加拿大已经退了嘛，所以现在日本当然川普就期待他退。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除了是日本，就是看印度，因为现在被认为印度是最有可能第一个让步的，而且据说已经谈到了最后关键了。那像连什么乳制品，据说印度都有可能打开。那当然，印度现在很困难的，你说美国看起来跟巴基斯坦有一些眉来眼去，连巴基斯坦的什么陆军总司令都访问了白宫啊。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要他让步，这就非常的为难啊。但是很显然，印度知道，在他整个地缘政治环境里头，他非常需要美国，所以看起来他有可能是第一个。因为日韩交流的原因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包括川普要他们到阿拉斯加投资啦，增加国防军费的比例啦。那因为日本也是不愿意，所以也没办法签那个北约协议。其实这是很明显。如果照这样看的话，今年这个北约峰会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撕破帽，跟韩国李在明都不去参加。那我们想想看，去年来讲，尹锡悦他不但去了，还带他老婆去。去完北约峰会之后，他还跑到基辅里面去。那回来以后，他要在东北亚成立一个小北约，他还邀请这个美国的核子动力航母到他的釜山港。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在去年才刚发生的事情。世事多变。那如果说今年因为关税来讲，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来讲抵制不去参加北约峰会，我相信一定是跟这个关税有关系的。因为日本如果说这是25%的关税，对日本来讲一定是重伤可能再面临一次再失落30年。因为日本我们知道它的 Toyota， 它汽车工业本来就卖得很好，又便宜又好，那美国人很喜欢买。当然让美国自己汽车来讲的话，就没有办法卖到很好价格。我这边有一个数据这个日本每年出口给日本卖到美国去的这种汽车有407.6亿美金那么多所以如果说一旦苛征这个关税，那日本汽车将会损失170亿美金。那你想想看，日本承受得起承受不起这么大的损失？那我们讲印度，其实印度来讲，我还蛮佩服这次莫迪的，因为最起码比我们台湾来讲有骨气。那日本其实印度跟美国来讲，它的贸易逆差其实金额不多，也不过以两个那么大的国家，也不过才457亿美金。那印度来讲，我就跟你买2架波音飞机啊，或者是买2架 F-35战机或什么，就可以打平了嘛。甚至于我现在印度我需要就是你把你美国的这种，就是说是飞机发动机这个生产线卖给我，我在印度这边生产，大概400多亿，其实金额讲起来并不高以2个国家来讲，但是美国很明显要卖给印度的，它不是要卖这些飞机或晶片，它要卖的什么？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是基改大豆基因改革的大豆，或者是说这个乳制品，就是跟这个拜登什么川普来讲，因为他的农民生产这东西要卖，所以他要卖给你这些东西。那我们再看到刚刚前面，他为什么坚持要卖给日本米呢？就是因为农民生产了，他要替他卖出去。那在这方面，我们台湾来讲，就必须要接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还是吃莱猪不就是因此而吃莱猪吗？那美国你生产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会不会影响整个人类的健康？就我吃这个基改过的大豆，会不会影响人类的健康？那吃这个莱猪的话，会不会影响我们后续这个医学上面我们不敢说100%了但是最起码这不是很天然的东西。那最起码人家印度有这个骨气，还敢跟美国谈，所以我可以跟你买东西，可是你不要叫我买你的这种基改的大豆。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我平常讲，我觉得莫迪比我们台湾这个有骨气多了，敢跟美国这方面说不，为了维护他们印度人民的健康，他敢跟美国说不，那我们台湾敢吗？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世界的气候变迁感觉到各地都有异象不断的发生。巴基斯坦刚刚从印巴的这个冲突里头走出来，结果连续1个礼拜发生了暴雨、
洪水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官员在6月30号表示的巴基斯坦各地持续1个礼拜，这个山洪爆发，暴雨啊很严重。那像台湾还好，这个阵雨都是一阵一阵很快的停。像这样连续下1个礼拜下来，山洪爆发已经造成了至少46个人死亡，数十个人受伤。这种紧急状况的恶劣天气还可能持续下去。像这样的状况同时发生呢，我们看到萨拉尔水坝这个闸门开启了。原本印度为了要跟巴基斯坦冲突的时候，就把这个闸门说我一滴水都不会给你，就因为这一次雨实在下太大了，迫使这个萨拉尔水坝的坝门也被紧急的开启来控制河水的溢流。那么印度本来关闭的这所谓的一滴水不流进去，现在是已经水量过大。人很难讲天灾人祸。现在这一连串巴基斯坦所遭遇的事情里，祸不单行，还发生了恐怖攻击的惨剧，又有个自杀炸弹车，是怎么回事啊？它一辆载满了各式各样的这炸弹的这个车里头，就开进在这个北边的北瓦兹里斯坦地区，巴基斯坦北部，结果这个车辆呢，直接冲进了印度的。冲进了这个军人的队伍里头，军人队伍直接被造成了16个人死亡，将近30个人民众还有儿童的伤亡。那么当然，巴基斯坦方面认为这个是跟印度的支持有关的恐怖分子、武装分子。那当然，印度政府是很快否认了啦。双方好不容易现在停火下来，看到的巴基斯坦进行的各种的军事计划，就是包括了在无人系统进行海空合作。上次看到了空战里面获得的胜利，那路透社报道喽，这次在空军部分要采购更多的无人机，尤其是跟中国大陆跟土耳其合作，而印度也一样，他在巴基斯坦空战之后要买无人机跟防空武器呀。上一次空战得到了很多的教训吗？新的防空跟反恐措施里头签了13份合同，很快速大概有2.316亿美元呐主要的是综合无人机啦、拦截系统啦、低空雷达啦，要把上一次可能看到的自己的防空的不足给补上，甚至预计2029年以前要发射52颗的国防卫星，用来干嘛呢？监控巴基斯坦、中国大陆跟印度洋地区。那中国大陆现在很积极投资所谓反太空措施跟技术，恐怕也是因应印度所谓要监控而来，包括能够停用或摧毁卫星的飞弹、雷射武器。印度到底有没有这么强的实力，大家观察啦但他所谓的太空监视是他宣示一定要做到的能力。但在中巴梦会有个新的连结，对于印度产生的威胁会是什么呢？中印关系最近好不容易感觉有融冰一点了，但是呢，根据巴基斯坦的快报所报道，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孟加拉正在组建新的区域合作。这个南盟过去本来是印度、尼泊尔不丹加孟加拉这个区块，现在中国大陆直接跳过印度，加了巴基斯坦，加了孟加拉，一起要来组成所谓的南盟新方案、南亚方案嘛。所以中孟巴的轴心呢，就让印度很不安，直接被包夹在中间，甚至也被认为是挑战美国的印太战略吗？外媒在美媒的报道里面就认为说，华盛顿、德里、因应审慎这3边轴心正在印度家门口悄悄的进行，形成之后，也可能包围印度，削弱整个包括美国所掌控的这个权力跟战略的核心。印度把这个水库水坝当成一个武器，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它伤害的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巴基斯坦在这段时间的暴雨对他们的自然灾害造成人的死亡。那印度本来把这个巴基斯坦的河道的上游，它的所建的水库，原本双方是有定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就是说这个水库要中立化要这个2国都可以分享。那由于恐攻的一个事件，所以印度把这个水库就这个整个控制住了。那因为它是在印度境内嘛，印度把它控制住，原本是完全不给水，这个对于下游的巴基斯坦来说，他们的灌溉会出现问题。当时就已经有我们在节目上有谈到，当时就有谈到人道主义的危机的问题。那现在洪水来了，它的水库满了。那你泄洪，你也应该要有节制的泄洪，你要考虑你的泄洪会不会对于这个下游造成伤害。结果印度不是，它全开，而且它故意的。
就是他故意的。我觉得这样子把这个水库当成一个武器，会起得很恶劣的一个作用。为什么？因为以后中国大陆对于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所建的水库，那它经过印度这一端，是不是也采用同样的手法？我觉得这个对印度来说，印度这个国家很特别，它常常做一些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好，那既然在克什米尔这个地方有发生恐怖主义的攻击，印度就一口咬定就是巴基斯坦政府做的。不管巴基斯坦说我邀请联合国来做客观的调查，他都不管，就发动战争的话，现在巴基斯坦的军队确实有被恐攻啊，造成人员的死亡啊，所以巴基斯坦第一时间就指控印度。那你印度，你应该要比照巴基斯坦办理，说委由联合国最公正的第三方他们来进来调查嘛？印度没有这样做，那巴基斯坦是不是就应该依照印度的一个过去的做法，他就可以发动对这个印度的攻击？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你可以看到印度在南亚这个地方，他当霸王当久了，所以他对周边的国家是很不友善。不管对于巴基斯坦是如此，对孟加拉、对尼泊尔、对不丹都是如此。那由于他对周边的国家，甚至连斯里兰卡他都很不友善。那他对于这些国家的不友善，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原本没有其他的国家进来的时候，他们敢怒不敢言。可是现在由于中国大陆的武力、科技能力、经济各方面的能力都到了以后，它的中国大陆的影响力跟力量已经到覆盖了整个区域，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像不丹，目前前段时间也派了一个比较大的官员跟中国大陆在谈边界的问题，目前已经有一些眉目了。像尼泊尔就比较时好时坏尼泊尔有时候他的印度裔的那个掌握比较大的权力的时候，他要倒向印度。如果印度裔的失掉权力了以后，他又倒向中国大陆，所以尼泊尔就在那边反复。但是孟加拉的前任的总统是比较亲印度的，那现任的总统他基本上跟印度就保持距离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南亚这个地方重新组织这个板块，我这个对于这个主要还是建立在印度对周边的国家的非常不友善的这个条件下，所以让大陆可以比较顺利的在周边的国家建立起一个新的区域的也不算联盟了，新的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将军，莫迪真的是坐立难安了。中印边界短期之内一定会有重大的一个问题出现。大家去热搜一下最近中国大陆网友最热门一个讨论、最关心一个话题是藏南要回归中国了。那印度叫这块地方叫布鲁纳恰尔邦，中国称之为藏南地区。那我们看，先将电视转到那张地图，我跟各位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次这么严重。这张地图大家看一下，在尼泊尔跟不丹中间，其实有一小块地是中国的领土就不丹跟尼泊尔中间那块领土叫什么呢？叫洞朗那不丹、尼泊尔、洞朗在下面来讲的话，就是接壤到孟加拉。那中间有一块长20公里、宽20公里的走廊，叫西里古里走廊，是印度的领土那通过西里古里走廊，就是右边，所以这个印度的东北7个邦，最北边那个邦叫布鲁纳加尔邦，南边的就是我们经常喝的那个茶，叫做这个阿萨姆邦那这7个邦一直想独立，因为他们不是属于跟印度不同的人种，譬如说是阿萨姆邦，它是傣族的然后这个上面那个布鲁纳加尔邦称之为藏南地区是原来是中国一直认为是它的领土，所以双方边界在这边。那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在洞朗，也就是在他们那个鸡脖子上面了，那个西里古里走廊等于是印度的鸡脖子，那鸡脖子一砍断，你头就断了嘛。那在那个地方这个建立碉堡，然后威胁到西里古里走廊，所以双方就是在这边2017年就在这边发生这个所谓的军事冲突。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王毅跟这个印度的国安顾问，这个人位阶很高他特别去谈边界的问题。那短期之内我们看到什么？譬如说是这个大陆解放军在西藏这个地方已经部署了歼20战机，歼20战这么新锐的战机，你居然部署在这个西藏这个位置，那很明显的这个意图很明显。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来讲，中国也在这个地方修通了所有很多的铁路，在这个青藏高原，建立了很多，已经完成了这个铁路的建筑。铁路建完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很快可以从这边运兵跟用兵嘛。另外，在这边解放军也部署了很多的15式轻型战车，适合高原地区作战。那不要忘了，解放军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所谓机器狼跟无人机，所以态势也摆得很清楚。那布鲁纳恰尔邦最近因为印度自己要在这边盖马路、修水坝，所以说强拆很多民房，引起很强烈的这种当地居民的反感哈。所以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抗议了。他们嚷嚷的口号叫什么？要回归中国哈，因为他们看到西藏那边老百姓生活比他们这边要好。那印度对他们认为他们你是异族，然后对他们没什么建设。印度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钱，所以对他们建设也不多。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个在拉萨那边，对不对？同样都是藏族同胞，人家牵一只这个狗在那边这布达拉宫前面照张相，就可以赚那么多个照相费，那他当然很嫉妒、很羡慕啊。他也希望能够回归中国，因为老百姓很简单，老百姓要的就是你给我好的生活嘛。所以我觉得双方这时候哈，你看王毅会跟他谈边界问题，这事出必有因，绝对不会是无风起浪。双方来讲，这个地方中国已经完成这方面准备。那我相信印度也看到，所以他们开始希望说能够用坐下来谈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态度应该中国，当他他的力量拳头大了以后，他绝对不会让步的。在美国越来越自扫门前雪的这个时刻，看到中国连印度这个周边的影响。对，其实现在哈，因为最近这个新闻之所以出来，因为在这个6月18到19号，在昆明这个地方，中国大陆的这个副外长孙卫东跟印度跟巴基斯坦跟孟加拉的这个外长呢，都在那边见面。当然，双方大概不是外长啦，就是说一个是代理外长，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次长。但是因为孙卫东很特别，因为他最近才发布他是这个外交部的这个机关党委书记哦，所以当然显然在外交部里头，他看起来是有提高对他的这个重视。那么由他来出面跟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跟这个孟加拉的对口谈，当然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是不是中国大陆要通过这2个国家来包围印度啊？那的确，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象存在。不过，巴基斯坦跟孟加拉解读是不同的。巴基斯坦就很快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会议的结果，孟加拉呢就一开始是不愿意去公布的。那觉得巴基斯坦好像动作走得太快，后来他就说明说，这个主要是经济性的，它不是一个安全性的，它是一个技术层次的这个讨论，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讨论。那当然，孟加拉可能比较忌惮这个印度啊，但不管如何，它这个有它的安全面的这种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前不久才有另外一个3边会谈，是中国大陆跟阿富汗跟巴基斯坦。那当然很显然呢，就因为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之间它有这个反恐的问题嘛，巴基斯坦怀疑这个他恐怖分子从阿富汗来，那阿富汗当然对于他这个在境内他的一些国民在这个巴基斯坦境内受到的这个压力，政治压力，他们也很关心，所以他等于通过这样子的一种三边的合作呢，可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又可以去缓和区域的这种紧张，所以这样就串起来了。中国大陆加上阿富汗加巴基斯坦加孟加拉，其实还要继续扩展到什么？包括斯里兰卡，包括马尔地夫，甚至照孟加拉讲法，未来还要邀请印度。那这是干嘛呢？这个其实是要取代原来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做南亚区域合作组织，但这个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后来因为印巴各自受到恐怖攻击之后就停摆了。所以现在等于他们说，从经济上来讲，如果不是说真的是要围堵印度的话，那么就是说重组一个区域的合作组织，讨论什么关税啦，讨论经贸投资啊。可是它跟原来那个有一个很大不一样是什么？中国大陆的加入，等于中国大陆在新的经济合作里头，它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这个意义就不同。虽然不是政治，它也非常政治；虽然不是安全，它也有安全上非常高度的意涵在里头。所以这个当然美国就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到底这是不是表示中国大陆的影响把它的手伸到了南亚地区，而且取代印度成